女大学生死后被侵犯下体，还经历了性高潮，双手腕在背后有铁丝缠绕，尸体是成年的女性，嘴部、面部被用这个透明的胶带缠绕。可奇怪的是，女孩明明被强行侵犯，可体内却没有检查到任何体液。正当案件一筹莫展时，刑警只是看了一眼订的景区酒店，竟瞬间找到了破案关键。而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，5个年轻女孩先后遇害，死前穿的全是不同制服，但她们死法却像复制粘贴，全部被勒死。更诡异的是，现场干净的离谱，指纹、DNA 侵犯痕迹都被抹得一干二净。专案组原本认定这是一个极其谨慎的高智商凶手，可徐朗只盯着尸体腿部看了一眼，就直接下了结论：凶手不止一个，而且第二个凶手现在还在城里找下一个目标。听到这句话，重案组组长唐森也坐不住了，他把5名死者的遗体照片全部放大，果然在腿部看出了差别。前面3名死者大腿和脚部被处理得异常干净，几乎没有多余伤痕，像是有人刻意保留某种完整感。可后面2名死者腿上却满是淤青，连野草划出的挣扎痕迹都还在。徐朗据此判断，前面3起案子的凶手可能有严重的恋足倾向，对受害者身体某个部位带着近乎病态的仪式感。而后面2起更像是一个只会照葫芦画瓢的模仿犯，粗暴失控，只学会了表面手法，没学会真正的犯罪心理。既然模仿犯还在继续作案，警方必须跟时间赛跑。唐森判断案发地双龙山没有停车场，死者又是在深夜上山，那基本说明他们不是被强行拖上去的，而是自愿赴约。果然，技术警员谢磊连夜恢复死者社交账号，很快查到其中1名受害者在遇害前曾在案发地附近一家网吧和陌生男子高频聊天，线索一下就清楚了。凶手先通过社交平台接触目标，再专挑爱穿制服的年轻女性，把人约到偏僻地方实施奸杀。徐朗随即给出侧写，这个模仿犯大概率没有稳定工作，也没有固定住处，可能还沾着赌博恶习，性格偏执孤僻，喜欢独来独往，朋友很少。他平时存在感不高，习惯戴帽子遮掩自己，但嘴皮子不差，外形也不会太差。再结合网吧监控和时间线，警方从10个人里筛出2名重点对象，一个是常年混网吧的无业游民汪伯父，另一个是有猥亵前科的卢少夫。可抓捕一开始，意外就出现了，卢少夫直接失踪，警方只带回了汪伯父。审讯室里，汪伯父不停抿嘴搓手，眼神躲闪，怎么看都像心里有鬼。负责记录的女警丁佳琪几乎认定他就是凶手，可徐朗没急着下结论，他拿出3张照片，第1张是嚎啕大哭的婴儿，第2张是穿比基尼的美女，第3张则是本案受害者的尸体特写。这是典型的情绪基线测试。看婴儿时，汪伯父明显不耐烦；看美女时，他嘴角微微上扬，眼神也跟着亮了一下。可当他看到尸体照片时，脸部肌肉瞬间收紧，露出的不是兴奋，也不是刻意的伪装，而是一种本能的厌恶。徐朗当场把他排除了，因为真正的连环杀手看见自己的作品，要么会假装恐惧，要么会流露轻蔑，绝不会像正常人一样表现出纯粹的生理排斥。汪伯父不是凶手，那失踪的卢少夫就成了唯一方向。之后为了能够尽快找到这个人，徐朗和丁佳琪来到卢少夫的老家调查，通过查看发现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。随后从卢少夫家的邻居王阿姨这里得知，卢少夫其实从小就是孤儿，他是被之前住在王阿姨旁边他的养母给领养的，家里面就他和养母2个人。由于他家里面很穷，养母只供他上完了高中，之后卢少夫就放弃了学业去国外打拼了。不过就在2年前的8、9月份吧，他的养母突然自杀了。那个时候卢少夫回来过一次，王阿姨正说着的时候，他女儿穿着一身高中制服从屋里面出来。徐朗看到他女儿穿的衣服，问起卢少夫养母自杀的原因，而王阿姨的眼神不自觉地看向自己的女儿。看到女儿拿起书包出门上学后，他这才放下心来，说当时卢少夫养母得了胃癌晚期，那时他因为一些小事就和卢母吵了2句，当时他很生气地说了句你活着就是拖累儿子这种话。没成想到了晚上，卢母就在家中自杀身亡。警局里面，唐森看着那些受害者的照片，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。如果案子都是卢少夫所做的话，那他犯下前3起后，中间的2年空白期都经历了什么？然后又选择2个月前出来行凶，而且还改变了作案的目标。这些受害者，谢磊也调查过，除了都是女生，脸长得好看、腿长以外，别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。另一边，晚上学校下了晚自习，之前那个王阿姨的女儿小月和同学一起出了校园，只有她一个人戴着耳机走在了回家的路上。此时她的身后有个黑影一直悄悄地跟着她，小月也察觉出有些不对劲，在经过一个路口后，她害怕的直接跑了起来，本以为甩掉了身后的那个跟踪狂，谁料她刚跑进一处胡同里，面前刚刚那人就站在这里等着她。这人不给小月任何机会，直接上手勒住了她的脖子，准备将其拖走。而小月在挣扎中却不断的在道歉，她说当初卢母和自己的母亲吵架，
自己由于不想母亲被欺负，上去就多嘴了几句。而那句最伤人的话就是小月说出来的。男人可不听小月任何的解释，仍继续拖拽着她往偏僻的地方走。但好在徐朗那时在警局，已经猜到了凶手动手的目标会是小月。警员们之后在小月学校附近排查后，及时赶到救下了她，同时也抓到准备奸杀小月的人卢少夫。之后卢少夫被带回警局，落网后这个人水照喝饭照吃，但就是不说话。对此徐朗这个审问高手也是无能为力，他只好让其他的警员们先审。第二天警局里面，丁佳琪由于要出演市局的宣传片，近几日都要穿着警服工作，而谢磊本想通过卢少夫的交际圈下手，让他开口，谁料这一调查，发现这人在国内压根就没熟人。唐森决定趁此机会重启对2年前那3起案子的调查。徐朗和丁佳琪之后对那案子中的死者情况做了走访，调查得知3名受害者，他们对生活的质量要求度很高，说白了就是别人眼中的拜金女。而唐森和谢磊则去了第1名，死者杨思思当时住的家里面，这里也是制服杀手第一次行凶的地方。谢磊拉开窗帘，看着外面正对着一座山，唐森看着这山，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之后回去对案情做了总和。徐朗听了唐森的发现后，认为这2名凶手都有一个看山杀人的原则，而杨思思作为制服杀手杀的第1个人，有一点和其他的受害者不同，就是他是被人用手掐死的，凶手是在杀害他之后才改变了作案手段，使用绳索行凶。唐森认为杨思思当初的死，凶手应该是没有预谋的，当时可能是凶犯受到了刺激，俗称激情作案，而且凶手很大概率就是因为在山上受到了穿制服女性的羞辱，于是产生了仇恨心理，所以才会看山杀人。凶手在第1次作案后享受到了那种刺激感，才有了接下来的案件发生。李队说当初调查时并没有发现3名受害者之间有什么重叠的交际圈。徐朗提议换个思路调查一下，既然人际关系没有重叠，那就查查几人的公司之间有没有共同点，毕竟3名死者都是在大公司里上班的。果不其然，对受害者的公司调查后，发现他们的公司都曾和同一家培训机构合作过，而且丁佳琪还查到这家机构中曾有一个叫做莫少明的人，就曾经和那个模仿者卢少夫做过同事。唐森立刻把调查目标锁定在这个莫少明身上，他通知警员立刻去培训机构抓人。而徐朗此刻正在审讯室里面和卢少夫玩起了扑克。徐朗了解到卢少夫之前非常好赌，于是他利用打牌来撬开卢少夫的嘴。徐朗通过不断的分析卢少夫的微表情，从而在3局2胜的赌局中胜利。卢少夫也愿赌服输，他只告诉给徐朗一句话，是有关制服杀手的。你们调查过的人都很尊重他。很快就会见到他了。审讯出来后，徐朗看到丁佳琪出任务前留给他的一份资料，看完后发现这个莫少明就是一个培训助理师。卢少夫刚刚说过，制服杀手得到过很多人的尊重，而这个莫少明很明显还不够资格。徐朗立刻给丁佳琪打去电话，告诉他这次他们去抓错人了。但由于丁佳琪这边办公室里面信号很不好，他为了听到徐朗说什么，一个人去到了阳台上面。但就在他过去的时候，有个人已经悄悄地盯上了他。这人不断地在打量着丁佳琪，身上穿着的那身警察制服。过了一会，丁佳琪就陷入到了昏迷，他整个人被绑在了椅子上面，而绑架他的人就是这所培训机构的创始人陈志航。他看着昏迷中的丁佳琪，眼神里面充斥着渴望。与此同时，警局里众人也都发现与丁佳琪失去了联络。通过搜寻培训机构的整栋大楼，同时联系不上的还有陈志航，他的地位绝对能够赢得那些人的尊重。为了尽快找到丁佳琪的下落，徐朗想到再次从卢少夫那获取信息。他利用了一下之前那个莫少明，告诉卢少夫说莫少明也是陈志航的信徒，而且更夸大其词说莫少明其实在他出国的这2年犯下的奸杀案早就超过他了，而且其中每一步都做得比他要好。这一下刺激到了卢少夫，让他以为之前崇拜的人就这样抛弃了自己。徐朗将丁佳琪的事情说出来后，卢少夫也说出来陈志航有可能躲藏的地方。另一头丁佳琪这边，他此刻被变态的陈志航抚摸着长腿，而丁佳琪刚好醒了过来，他气得一脚把陈志航给踹翻在地，他趁机也赶忙逃了出去。不过他人还没跑远，陈志航直接在他后面开枪警告，让他停了下来。这下他不得不再次落入了变态手中。不过好在徐朗按照卢少夫所说，成功赶到了这里。徐朗也亲自上来与陈志航交谈，双方一进一退，再次回到那个屋里面。陈志航提出条件，让徐朗为他准备车，他要逃离这里。而徐朗则是不断的用言语刺激着陈志航。实在听不下去的陈志航直接拿起枪对准了徐朗，而丁佳琪抓住了机会，一套连招将陈志航给扣了下来。事情结束后，丁佳琪不好意思的去到徐朗面前，对他表示了感谢。审讯室里面，陈志航也都承认了2年前自己杀害了3名女性的事实。据他交代，他之所以恨那些穿制服的女性，就是在多年前
他准备在山上对刚下班的空姐女友求婚，但他没想到女友当时不仅拒绝了他的爱意，还当面狠狠地羞辱了他一番。原来女友那时已经移情别恋，陈志航的自尊心被按在了地上摩擦，受到了这样的屈辱，他的心里慢慢的开始扭曲，通过猎杀那些穿着制服的女性，以此来满足自己受伤的心灵，从而来减少自己当初的那份屈辱感。至此，这起连环奸杀悬案成功的告破。